孩子的聪明伶俐是有玄学的，不管你信不信，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往往比所谓的学区房、补习班更能决定他未来的路。既然大数据的大手把你推到了这里，让你在茫茫的信息洪流中刷到了这条视频，说明你正是一位内心柔软，试图在焦虑的缝隙中为孩子寻找光亮的父母。哪怕只是此刻，不妨在心里或者在评论区郑重地为孩子写下一句：我的孩子会越来越好。请相信，这绝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网络祈愿，这是你亲手为孩子种下的第一颗自信的种子。因为父母的嘴就是孩子的命，父母起心动念间发射出的信号，就是孩子行走世间最原本的磁场。为了讲透这个道理，我想带你走进街角那家开了30年的老包子铺，去闻一闻那面粉和蒸汽的味道。铺子里有位老师傅，大家都叫他面点张。他手里出来的面点，无论怎么揉捏，蒸出来总是暄软白胖，咬一口回弹十足。他带了个年轻的小徒弟，手脚倒是勤快，可性子太急。有一天清早，天还没大亮，徒弟就爬起来干活。因为赶时间，他和完面没多久，就开始火急火燎地想把面团擀成皮。可是那天的面团不知怎么了，特别倔。徒弟一棍子擀下去，面皮是摊开了，可棍子一拿开，那面皮嗖的一下又缩回去了，变得又厚又硬。徒弟急得满头大汗，心里越急，手劲就越大。他咬着牙，死命地用力压，想强行把这团面降服。结果呢，面皮不但没擀薄，反而被扯断了，烂糟糟的一团，根本没法包馅。这时候，面点张背着手进来了。他看了一眼案板上那被虐待得不成样子的面团，没有骂徒弟，只是轻轻拍了拍徒弟的肩膀，说了一句行话：还没到时候，面还没醒透呢。师傅把那团被扯坏的面重新揉在一起，盖上一块温热的湿笼布，静静地放在那里。他说，面是有脾气的，也是有筋骨的。刚和好的时候，它里面的筋正紧绷着，充满了对抗的张力。你这时候越是用蛮力去压它，它就越是抗拒，越是回缩。你得给它时间，给它温度，让它自己在这个环境里慢慢松弛下来，这叫醒面。等它醒透了，筋骨顺了，你不用使劲儿，轻轻一推，它就开了。这个故事看似在讲做饭，实则是在讲修心。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现在的教育环境，有多少孩子其实就是那团还没醒透的面，而我们这些焦灼的父母，又有多少次不知不觉中变成了那个拿着擀面杖满头大汗的徒弟。这并非是你我不够爱孩子，而是我们太容易被恐惧驱动。当我们看到孩子成绩下滑，看到孩子做事磨蹭，看到孩子不如别人家的孩子光滑平整时，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用更大的力气去赶他。我们试图用催促、指责、讲道理，甚至发脾气，强行把孩子这一刻的状态扭转成我们期待的样子。但心理学告诉我们，当一个生命感受到对抗时，它的本能反应只有2种，要么像那团面一样回缩，变得封闭、拖延、拒绝沟通，以此来保护自己仅存的领地；要么就是直接崩断，情绪崩溃，甚至产生破坏性的行为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父母付出了全部的心血，孩子却越来越没有弹性。因为孩子的磁场，那个让他感到安全、自信、有底气的能量场，被我们无意间的焦虑给破坏了。一个磁场破碎的孩子，他的能量都用来应付父母的情绪了，又哪有多余的力量去探索世界呢？想要保护好孩子的磁场，不需要什么雷霆手段，只需要你把向外抓取的手收回来，向内安顿好自己的心。我们可以试着从这3个维度去转化。首先，用看见代替评判。当孩子下一次带着问题回到家，
比如考试考砸了，或者把事情搞砸了，请你先暂缓那个习惯性想要评价好坏的大脑。那一刻，请你深吸一口气，把到了嘴边的指责咽回去，试着去做一面镜子，而不是一把尺子。你要去看见他此刻的状态，看见他低垂的头颅下可能藏着的羞愧，看见他愤怒外表下可能藏着的无助。你要在心里告诉自己，他每一次的表达，哪怕是负面的，都是在向这个世界发出信号。当你放下了对错，仅仅是去看见他，孩子那颗紧绷的心就会像被盖上了温热的笼布，慢慢安定下来。被看见是治愈一切不安的良药。其次，用允许代替控制。闭上眼，想象你的孩子就是那团正在醒的面，允许他有自己的生长时区，允许他有时候反应慢一点，允许他偶尔会走弯路。这并不是让你放任不管，而是让你明白成长的客观规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控制欲来自于我们自己对未来的不确定感。但你要知道，只有被允许犯错的孩子才不会害怕犯错。只有当他知道，即便搞砸了，父母的爱依然在那里稳如泰山，他的磁场才会真正变得自由而舒展。这种舒展叫做松弛感，它是未来他在高压社会中生存的最顶级护身符。最后，用在场代替干涉。孩子最需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喋喋不休的指导员，而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守护者。当孩子遇到困难，或者正在做一件复杂的事情时，试着把嘴闭上，把心打开。你就坐在他附近，做你自己的事，或者只是静静地陪着他。这种在场不需要语言，本身就是一种能量的传输，就像手机充电一样。你的稳定，你的平和，就是最好的电源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试图去干涉他的每一个步骤时，你们之间的空气会变得流动起来，一种看不见的信任感正在修复。父母的语言是这个世界上最微妙的咒语，而父母的爱便是一个家庭最真实的风水。从哲学的深度来看，教育的本质其实是一场关于因果的修行。我们总在焦虑孩子未来会得到什么样的果，却往往忘了我们当下的每一个眼神，每一句评价，就是正在播下的因。佛家讲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普通人看到孩子状态不好，只会感到恐惧和愤怒，试图通过外力的扭转去改变那个已经显现的果。而明理的父母懂得在因上努力。当你此时此刻给予孩子一份接纳与平和，那份名为底气的因就已经种在了他的心田深处，只待时机成熟，便会结出名为自信的果。而想要在焦虑的洪流中种下好因，我们需要学会止观。所谓止，是当孩子犯错，当成绩不如意时，先止住内心的翻江倒海，止住那些脱口而出的评判。在那一瞬间的静默里，你会发现，所有的怒火其实都源于你内心的匮乏，而非孩子的过错。所谓观，是带着慈悲去如实照见，去照见孩子那张写满压力的脸，照见他想要变好却无力挣扎的灵魂。当你能穿透表象的叛逆或平庸，去照见他生命深处本自具足的灵性时，你的心就会生出一种深沉的定力。这种定力就是孩子磁场最好的充电桩。最好的教育往往发生在不言之中。当你不再急于去纠正他，去雕琢他，而是先去照看好你自己那颗焦灼的心时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那个曾经让你头疼的孩子正在悄悄发生改变。这种改变不需要你大声疾呼，它就像春天的草木感知到了暖意，会自然而然地抽芽，向光生长。在这个嘈杂的时代，愿我们都能修炼出那份深沉的定力，不去刻意地追求某种完美的结局，而是先让自己成为那个温和、坚定且清澈的存在。当你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充满允许的空间，
当你能用一种不带诱导、不带压力的眼神注视他时，你其实就已经在为他的未来保驾护航了。万物皆有其时，请相信，只要根系处的磁场是安稳的，无论外面的风吹向何方，孩子这棵小树终会在这份静谧的滋养中长成它原本最丰盈、最聪慧的样子。不言而教，不动而化，这才是家庭中最高级的能量流转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